少爷，老爷吩咐了，不让你出去。走开！允堂，夫人，妈，儿子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父亲不让你出去，你干嘛要出去呢？妈，你别拦着我，让我出去嘛！听话。妈，允堂，哪儿都不许去！爸，你知道我是要上庭作证的，还好意思说？你陷害了无辜，你还陷害了你自己的未婚妻。来人呐，把他那个什么平郡小院给我封掉，以后一步都不让他进去。我要为清平报仇，我绝对不会放过真凶的。一派胡言！来人呐，把他抓起来，把他关进柴房里去。爸，左部少爷，允堂，爸，老爷，老爷，这孩子再不叫的话，就没得救了。滕玉婉，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了。今天我能站在这里，是源于一句承诺，因为我相信世间还是有公理的。清平小姐被杀时，我恰巧闯进现场，在我还没看清凶手容貌的时候就被打昏了。凶手还将一把手枪塞在我的手里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清平小姐已经死了。如果我真的杀了清平，那我的杀人动机何在？我又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逃走呢？巡捕房的警长已经证明我是自愿入狱的，因为我相信法庭能够还我清白。在监狱里，我险些被杀人灭口，我的存在让真凶夜不能寐，所以我的生命才岌岌可危。这些都是我被陷害的明证。真凶到底是谁呢？阁下，难道这不该是贵租界巡捕房的工作吗？在你们的租界内，中国人已经备受盘剥，难道还要替巡捕们执行探案的职责吗？杜允堂先生指证，你与清平早就有交往。你是出生于一个皇族的大家闺秀，她是一个出生于暧昧场所的养女小妾，你怎么能跟她交上朋友？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在你们这种不正常的交往背后，可能隐藏着你的杀人动机。阁下，我是圣约翰画院学生自治会的发起人之一。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大游行，我曾经走在第一排，这样可以满足您的好奇心了吧？我和清平交往，是因为我相信人人生来平等，每个人都有获得尊重和自由的权利。说的太好了，肃静，肃静。证人杜允堂先生没能出席法庭，本案证据严重不足，本席判决
童玉婉无罪释放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！这是苍天有眼，自动显灵啊！显灵了，显灵了！童小姐，你的辩白实在太精彩了。我这次来是为我儿子杜允堂向童小姐道歉的。他呀，幼稚偏激，基于所谓的义愤，基本上他对你是没有恶意的。希望你千万不要记恨他。杜伯伯，您客气了，谢谢您的慷慨相助，我不会记恨任何人的。谢谢你。少爷，有庭审结果了吗？童玉婉有没有说出真凶啊？童小姐无罪释放了。无罪释放？那真凶是谁呀？我不服！搞什么呀？你搞什么呀你？少爷，这是我从评剧小院偷偷拿回来的，你看一下。就是为了清平，童玉婉也休想进杜家。真有你的啊！快点吧，行啊！哎，苏西，小胖大头，你大哥呢？反正你家小姐这次大难不死，那都是我大哥的功劳。真的啊？还是周少爷够男人，竟然为了我们家小姐，宁愿甘冒生死。他呀，就像戏文里唱的那样，也不知道我素汐这么深明大义的人，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他呢？哎，苏西，你看我咋样啊？反正你是小丫鬟，我是小跟班，咱俩凑合凑合，那就是一辈子了。我就是上吊勒死，也不会嫁给你。你这么胖，还上吊，那树杈都得断了。苏西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说真的，你要是嫁给我，你家就不缺扛大米的人了。除非你变成周少爷，不然啊，你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嫁给你了。哎，苏西，你怎么往那边走啊？你家小姐去那边破庙找我大哥去了。破庙啊！我大哥常说，他小时候就住在那儿。有些人生下来那就是不平等的。苏西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大头告诉我的。看不出来嘛，这周少爷叱咤风云，想不到他小时候住的地方还不如狗窝呢。难怪他说有些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。英雄不问出处，越是出身贫寒，就越显出他的难能可贵。哎，小姐，
那他要是不来呢？我们可怎么办呀？我听说，今天是他母亲50岁冥寿。他是至情至性的人，一定会来。谢谢你。在法庭上，让我见识到你的另一面。今天这个日子正好是我母亲的冥寿，你居然有心在此，不如和我一起祭拜母亲。哎，周少爷，你要带我们家小姐一起祭母啊？天哪，那不就相当于写进族谱了吗？哦，你们两个还要素汐。那个，你先回去吧，你不是还有很多衣服要洗吗？那可不行，老爷太太知道了，非杀了我不可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有天大的事儿我帮你担着。哎，怎么？娘，这就是童玉婉。当年是您让我救她，我救下了她，却没能救您。今天带她来让您看看，您现在可以放心了。您最后的善心，儿子给您办到了。伯母，您的大恩大德，玉婉会铭记一辈子。玉婉，记着，我爹是害你的人，我娘是救你的人。我爹欠你的，我替他还。但我娘是好人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你不能看不起她。我不会的。其实，伯母是很善良的，对吧？小的时候，我爹借钱抽大烟，闹得家徒四壁。我娘只有给人缝补浆洗，供我念书。我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，能够有现在的成就，全是因为有我娘。来，我饿了，请我吃饭。想吃法国大餐还是海鲜粤菜？我不想吃。
佟大小姐想吃满汉全席的话，给我3天时间。我都不想吃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只想吃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。好啊，走吧。来坐。老板，1碗馄饨2个小勺。好，来了。馄饨来了。 1碗馄饨2个小勺，你小时候就是这么吃的？是跟哪家的姑娘抢着吃的呀？不是哪家的姑娘，是被我爹逼着乞讨的小男孩，很可怜的。赶紧吃吧，不吃就没了。我的。哎呀，看你吃的狼吞虎咽的，还是我来喂你吧。 张嘴啊！哎，耍赖皮是吧？真好吃。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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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嘴，张嘴。啊！我的，不行！哎呀！我的，我的。雪梅呀，你看看这个是张买办家的公子，在圣约翰大学读法律的。还有这个银行的齐乡里，听说他父亲还有一个西洋诊所。哎呀，条件呢虽然比不上杜允堂，可是对于相亲来说，这可是上上的人选。妈，我根本就不想嫁人。这可由不得你呀。 那个沈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好色啊，谁都知道啊。他叫你一个女学生天天去踹戏干什么呀？啊，这心思谁都知道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嫁人，我可是不放心的。妈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不搭理他就是了。牛不喝水，他也不能抢案头，不是？可你不低头，他要砍你的头啊！ 你要不是我闺女，我关心你这个干嘛呀？啊？你说我放着这个将军的岳母我不当，我跟你这个闷葫芦怄气我干什么呀？妈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。哎呀，闺女啊，你这是去游行游傻了吧？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明天就去相亲。 相完了不就爱上了吗？这个成亲了不就更爱了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已经相上别的人了？没有。你爹他已经走了，你要是真的相中了谁，你跟娘说，娘给你做主。大哥。 太太好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大哥，赶紧过来，帮你妹妹挑挑，看有什么相亲的合适人选。学妹。 这个人我认识，为人很老实。你嫁过去不会受苦。哎，这又怎么了？这是？太太，沈将军的为人，还不至于强抢民女。你再给雪梅一点时间。沈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懂个屁！窝囊废！你该不会是想当将军的大舅子，卖媚求荣吧？够了！ 我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叫你一声太太，我黎少峰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委屈的活着。你要是再敢对我大呼小叫，看谁把谁赶到街上！哼，我好歹是你的嫡母，嫡母也是母亲，你敢忤逆我？不许碰她，那是我的嫁妆。
你说过，你说这世界上艺术是最高贵的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艺术是最没用的东西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金钱和权力才能给人带来尊严。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？雪梅，别管我，好好找个人嫁了吧。大哥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不吃不喝不睡，那么爱发脾气，是你原来的样子吗？我还顶撞了你娘，你不生气吗？我不生气。大哥，我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我更难过。雪梅，你别难过，我真的没事。大哥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不要让我担心好不好？我最爱的人被人杀了。最爱的人？他就是清平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凶手逍遥法外，却无能为力。大哥，其实你心里也知道，你跟童玉婉没有前途，你为什么还是这样不肯放开他，非要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不可呢？我曾经试过24小时疯狂的练拳，最后晕死过去，可心里还是放不下童玉婉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她是我这辈子无法忘记的人。大哥，你醒醒吧！我听说他和杜允堂已经是未婚夫妻了。那只不过是杜家的一厢情愿而已。兄弟，你知道有什么戒鸦片烟的好办法吗？戒除鸦片烟，倒是听说过，但是很难。这东西就是复古之躯，至死不休。那我倒要试试。大哥，你要是再不放手，我预感总有一天童玉婉会连累你的，到时候连你最亲的人都会背弃你的。但是你会陪在我的身边，支持我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是共患难的兄弟。把那个不孝子给我绑过来！不把你关起来，我是希望你能清醒清醒。我没想到，你竟然这样来报答我！父母22年的养育之恩，难道就不能成为你一点的牵挂？你竟然要逃跑，要离开这个家！我就要离开这个家，我就要环游世界，我就要去
寻找新的大陆，呼吸新鲜空气。你留恋金屋纸醉金迷，我没打你；你用钱陷害童家小姐，我没打你。你要离开这个家，我就不行，我就不行，我就不行，我不行。是童玉婉害死了清平的，我要替清平讨这个公道。我有问题吗？我有错吗？清平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她是金夫人的养女啊，她是权色交易的香儿，你偏要纠缠这种女子，你是自作孽呀！我打你！清明是我见过的内心最清纯的人，他从来不懂什么叫阴谋算计。他是最真实的，他是最真实的一个人，你还不知道回头，我打死你！我打你！老爷，老爷，你别再打了，要打就打死我好了。儿子死了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我向来主张以礼教化子女，不主张用封建家法。可你看他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我能不打他吗？行吗？老爷，你怎么打他，怎么管他，我都顺着你。可是你这样，你会把他打残的呀，老爷。好，过2天是童小姐的生日，你亲自把这个不孝子的庚帖送到童家去。我跟沈将军说过了，童玉婉是他的未婚妻，所以我言出必行，他一定要跟童玉婉成为夫妇。老爷，童玉婉进过监狱，她的名声不好，你是知道的，老爷。你懂什么？童小姐在法庭上落落大方，更坚定了我对她的看法。先别说童小姐，她的聪明大气能教化这个不孝子。你知道吗？她家的老宅就在金邦街旁边，最具生殖力。要是我们2家联姻的话，杜童2家100年不倒。市中心区的地皮都快开发完了，也只剩童家这一块老宅子的宝地，而且他又只有这一个女儿，这将来的一切不都是咱们的了吗？云堂，你对他有一点好感吗？轮不到他好不好感。我说过，我的儿子一定要娶童小姐，童小姐必须是我杜家的儿媳妇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就不喜欢她，我就不娶她做我的妻子。你敢？要是你这么强迫我的话，我瞧他以后生不如死。你。嗨，玉婉呢？下课了。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玉婉。哎，彭老师。玉婉，前些日子学校里流传着你一些传言。我是不会相信那些的，那些个飞短流长、有理智的人是不会信的。谢谢老师。玉婉，我知道，你一个未婚的女子，蹲过监狱。社会上的人会用有色眼镜看你，我也知道你心里肯定不好受，但是你放心吧，毕竟还有我呢，我会带你去欧洲学画，我相信你。彭老师，谢谢你的信任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老师再见。廷琛，我们走吧。这本书还给你吧。看腻了？不会，你送来的书我永远都看不腻。讲什么呢？听说是自由恋爱。这本书写得特别美，可惜现实生活
太冷酷，太残忍了。杜太太要来我家送羹帖，如果我阿玛额娘收下的话，我就是杜家的人了。你只要收下杜家的羹帖，那我就是多余的了。清晨，我心里早就有了别人，就算杜家来送羹帖，我也不会收的。不许收杜家的羹帖，心里也不许有别人，你只能嫁给我周廷琛。下午什么时候放学？3点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爹，少峰是我认的兄弟，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误会，咱们现在都是一家人。少峰就是您的干儿子。好了，咱们现在一家人父慈子孝。少峰，给干爹敬茶。干爹。李大少爷看着像个记仇有心气的主，我以前对他不怎么样，就凭这一杯茶，他能叫我一声干爹吗？是您给了我一次生命，是大哥让我在上海滩不再受人欺负，我的一切都是你们父子给的，所以请喝这杯茶吧。好，我就认你这个干儿子。少峰，起来。爹，少峰，大头小胖，如果我离开上海几年，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，保住平安。我眼看就要当金夫人的大代理，没你罩着寸步难行啊！你可不能抛下我。大哥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以前为父母拼命，后来为将军卖命，直到今天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要为自己活一次，哪怕是短短的几年。你童小姐，都3点了，您还没放学吗？哦，我大哥让我把这个给你，说3点准时交给你。哦，我大哥还让我跟你说生日快乐。
你老实告诉我，上次的伞和点心，真的是你送给素汐的吗？除了我大哥那个冤大头，谁还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点心啊？周廷琛啊，周廷琛，果然是你先爱上了我。告诉你大哥，他是个胆小鬼。我一定照办，照办。哎，对了，童小姐，我大哥还说，让你今天早点回家，有礼物给你。再告诉你大哥，为了玉离魂，我童玉婉不怕风吹雨打，不怕高山大海的阻拦，更不怕门第的障碍和世俗的议论。直到地老天荒，我只要1碗馄饨，2个小勺。马郎古金殿马太太送玉如意1柄，红人犬烟厂赵老板赵夫人送金镶玉摇钱树1棵，美东洋行史密斯先生和夫人送西洋珐琅制8音盒1台。哟，这接连不断来送礼的可都是商会的大户。这童家小姐刚刚打过人命官司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追求。看来童家老宅的那块地皮还真是抢手货呀。我们下手再慢一点儿，可能就被人家抢走了。杜太太，嘿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哟，郝老板，里边请。童太太，今天是令爱20岁生日，我们杜家准备了生日大礼。雪竹，快把生日礼物打开。果然是大户手笔，用金子装点文房四宝，附庸风雅，真是大俗。你不管大俗大雅，都是我们杜家诚心所备。童太太，今天我们杜家女眷到童府来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想与童府永结100年之好。是为杜二少爷吗？是，正是我的宝贝儿子。不说杜二少爷在外私购小公馆，和不清不楚的女人有暧昧关系，就说他陷害玉婉的毒辣手段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天底下哪有仇人结亲的？请回吧。童太太，我看了很多报纸，上面的花边新闻，有什么童大小姐涉嫌杀人，与金屋的养女为友，还有什么为学生运动摇旗呐喊，荒唐行径，与我那宝贝儿子不相上下。你说年轻人在一起斗斗气斗斗嘴，难道就都成了仇人了？不是冤家不聚头。杜允堂得罪我女儿在先，如果想求亲，那得让令公子必须向我家小姐赔罪道歉。太太，太太，周少爷送来大礼，让我们小姐亲自接受。周廷琛，对。小姐，快点快点，我的急死了！比我还高兴啊！太浪漫，先别过来了。命先生回谢帖。是。素汐，哎，将周少爷的礼物留下，待小姐明日再看。哦，快去。哎，那怎么行？你粗手笨脚的，要是摔坏了怎么办？必须得让童小姐亲自接。
手链我在珠宝店见过，价值不菲，本来我也很喜欢的，可是允为他不买给我。这个童家小姐也真是的，还未出阁就敢收男人的礼物，这要是嫁到杜家来，还指不定能干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呢。什么大家闺秀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罢了。玉婉，把手链摘下来，扔回去。额娘，玉婉已经年满20岁了，该收什么不该收什么，完全可以自行做主。哎呀，杜伯母，杜家在上海滩声名远播，不过其大非偶，童玉婉实难高攀。哦，原来童家的大小姐心中早有所属，才拒绝我的儿子允堂，是吧？是，我已经爱上周廷琛了。此生此世，我也只爱他一个人。童家的大小姐爱上了杀手头领，看来明天的媒体新闻头条一定有一篇文章好看了，一定会的。哎呀，额娘，干嘛呀？童家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，你非要和一个杀手土匪在一起，还要阿玛额娘干什么？还要脸面干什么？哎呀，玉婉，哎呀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选择自己爱的人。什么？哎呀，这是一个没出阁的姑娘能说出来的话吗？我自姑娘起就要强，偏偏是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来打我的脸。现在你要自由，好，你走，有朝一日别回来求童家帮忙。玉婉感激阿玛额娘养育之恩，以后也定能自食其力。反正我这辈子只嫁周廷琛一人，你们若是逼我，我不自由勿宁死。你，哎呀！廷琛，哎，啊，周先生，小女的生日宴会已经结束了，请回吧。童参政，周廷琛是来向令爱求婚的，直到天荒地老，我周廷琛只求童玉婉一人为妻。周公子，虽然说您现在是赫赫有名，但是您是刀头上舔血换前程的，平安对您来说都是奢望，还谈何给我女儿幸福啊？廷琛愿意放弃杀手生涯，陪童小姐去欧洲学画，从此退出江湖，过平淡人生。还请二老成全。这江湖是那么好退出的呀？你是一个在血泊里打滚的人，不会像玉婉那样也被自由恋爱、人人平等冲昏了头吧？这自古就讲究个门当户对，这童家大门一天不倒，这个道理就一天不灭。送客。不行，周公子，请。我是我自己的，婚姻大事一定要自己做主。廷琛，我等你，我绝食等你。你。小姐，真有你的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爱情，支持到底。不过呢，还是先喝点粥吧。
不饿。放心吧，我刚才端进来的时候没有人看见。别人看不到，我自己心里能看到。不吃。哎呦，太感动了。小姐，你再等等吧，我想那周少爷一定会来接你的。玉婉呐，你已经20岁了，阿玛也不唬你，也不骗你。现在整个上海滩都知道你是杜家未过门的儿媳妇，所以人家才动用所有的社会关系，把你从监狱里给捞出来。你可以不嫁给杜家，但是你绝不能嫁给那个周廷琛，打人家杜家人的脸。老爷，你不用跟玉婉说废话了。我告诉你，玉婉，这么些年，童家的经济都是在勉强支撑。你阿玛所谓的将军参政，就是个虚衔，在商会因为实力不济，备受排挤，苦不堪言。这是咱们家的账本，你懂经济会理财，你看看咱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形。原来咱们家一半的工厂都在亏损，一直靠拆借维持。原来你们这样辛苦，才让女儿无忧无虑的读书做梦。额娘，我不该顶撞你。你也就会磨我，真是，那天我得死在你手里。我真是上辈子做了孽。你说你呀，但凡你看上哪个贫家的才子，我都不拦你。可是你偏看上那个人。额娘，别说了。你要是但凡有半点孝心，你就少给我惹点麻烦啊！我的小祖宗，我不逼着你嫁给杜家，你也别逼着我去接受那个满手是血腥的杀手狂啊！额娘，女儿什么都能答应您，真的什么都答应。只有这一件，不可以，我绝不答应。素心，你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小姐不能离开这个房间一步，一步都不行。阿玛，阿玛，廷琛，你在哪里呀？只要能看到你，我就会坚强，就能坚持到底。周老爷，你的烟馆开业这么大的事，怎么没有见到几个华商会的人呢？华商会那帮人摆臭架子，我给访客都准备了最丰厚的礼物，还是没有几个人来凑热闹。其实那些小鱼小虾的，请不请也没什么可惜的。可是你应该请李雪梅来呀，她可是打开沈之沛之门的金钥匙啊。他大哥李少峰认了我当干爹，他跑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周公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森下洋行的老板，森下龙一先生。我还有事，恕不奉陪。廷琛，失陪，失陪了。金，这就是那个杀手王。是的，他是沈之沛的红人。
我们下一个计划的目标就是他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拉拢他，拿下他，不怕沈之沛不就范。明白。金夫人和日本人为什么会来我们家？他们来庆祝我的森下烟馆开业。你明知道上海有禁烟令，你还要卖鸦片，所以啊，日本人有眼光，才上赶着找我合作。因为只有我才能摆平这中间的一道道关节。你把你的破烟馆给我关了，凭什么？老子刚刚开张，刚刚赚钱，我赚来的钱也有你一份的。我不想听你废话。你要不是我爹，我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，直接烧烟封馆。我有多恨鸦片，你心里是清楚的。你是因为你娘啊！这些天我为了戒烟，我恨不得活生生的剜掉身上的一片片血肉。这种痛苦，你知道吗？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我在上海一天，我就不允许你卖鸦片。好。兄弟们，我已经向沈将军递交了辞行书，很快就会离开上海。但是在离开上海之前，我要给将军办一件他非常想办，但是碍于情面和关系，却不能办的事情。这些是日本人开的鸦片烟馆的地址。3天之内，我要他们一个个的遇到天灾人祸。是。把这黑鹰徽章交给将军。兄弟们，在我离开上海以后，你们一定要竭尽全力的保护将军。是，大哥，你也要保重。大哥，我和小胖不是黑鹰队的人，就让我俩留在你身边吧。我已经向方副官替你们送了举荐信，以后你们可以留在军队里吃军饷，不用跟着我受苦。我们不去，我们跟着您打个杂、跑个腿什么的，也能沾点英雄气啊。大哥，不能让他们去。为什么？鸦片是孙夏养号的命脉，上通北洋政府，下通各路军阀。你如果对他们动真格的，会捅了大娄子，你会没有后路。我已经决定和玉婉去法国勤工俭学，学画经商，不再追逐名利，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没有名利的话，你如何保护你想要的幸福快乐？到时候人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那种感觉你明白吗？大丈夫，自担当自成全，岂能畏首畏尾？大哥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是，无怨无悔。你们都去吧。老爷，请。哦。廷琛上次仓促求婚，令伯父伯母为难了，都怪廷琛年轻鲁莽。啊，我这次已经做好了弃武从商的准备，恳请二老答应玉婉和廷琛的婚事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难不成以为我们要卖女儿？我听说，伯父最近周转不灵，我希望这些能够令童家重振声威。这，哎呀，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谣言。我们童家世代皇亲，即便这几年稍稍逊色，我们也不能收那些鸦片贩子的钱呢。
这些都是廷琛10多年出生入死换来的，绝对没有1分鸦片烟的肮脏钱。可是你们家老太爷正在替日本人买鸦片呢。再说了，玉婉是因为周家才惹上人命官司的，9死1生，现在再去做周家的儿媳妇儿，哎，我们老2口都没脸去见祖宗。既然如此，那廷琛告辞。哎，周公子，请留步。这些珍宝古董收藏不易，我们也是受之有愧，请公子原物带回。我周廷琛从未向人低过头，但这次我恳请二老答应我和玉婉的婚事。我不希望那些世俗门第把2个真心相爱的人从此分离。女儿的婚事有父母给她操心，与别人无关。送客。是。周公子，请吧。我们是不是把他给得罪的太狠了点吧？他是来求婚的，又不是来抢亲的，有什么怕得罪的？我今天总算出了口恶气。廷琛，廷琛。廷琛，我刚才躲在门后，全都听到了。我阿玛额娘门户偏见根深蒂固，他们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的。相信我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再想办法。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廷琛，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，怕我背上私奔的骂名。可是，我宁愿被全上海的流言蜚语淹没，我也不要离开你。廷琛，现在就带我走吧。我答应你，中秋节，等我安排好一切，我就带你走。玉婉，我要你以后每一天都平安快乐，无忧无虑。但是答应我，从今天起不许你再绝食，乖乖的等我口信，记住了吗？嗯。廷琛，我等你。除了你，我谁也不嫁。好，我周廷琛，此生绝不负你。这样太痛苦了。不，为了他，我什么都要忍受，什么痛苦都愿意忍受。快，快！为了童玉婉，你太不智了，因为他有可能就是逍遥法外的杀人凶手。他不是杀人凶手，杀人凶手另有其人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儿子，儿子，你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你是我大烟鬼的儿子，这辈子就是戒的叼着烟，也洗不干净这名声。人这辈子就这几十年。别跟自己过不去啊！
我要洗干净，我要给玉婉一生一世的幸福。童玉婉，童玉婉，你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，你为什么这么相信爹？你一走，我的生意就完蛋了，我会重新变成穷光蛋，变成臭狗屎一样被人瞧不起的穷光蛋。就算穷过一生，也不许卖鸦片。爹这么辛苦，儿子，三爹求你，放弃戒烟，不要跟童玉婉走，不要抛下爹，爹求你了。我不会负了他。你们走，走啊！不，你们走！想办法让他吃下去，我们不能让他戒掉大烟。大哥是你的亲儿子，你这么做是害他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家就这么完蛋。哪怕他是我儿子，我也不能任他胡闹。送去啊，不然把你打回福根的原形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，好不好？这样做会害他的。你想违抗我？我叫你一声干儿子，是看在廷琛的面子上。要没了他，你还是我的一条狗。那封认罪书，就是攥在我手里的狗绳。哼，小福根，你忘了狗屎的滋味了。吃点东西吧。现在是我解毒的最后阶段，没想到会这么难受，什么也吃不下。你必须要有力气坚持下去，童小姐还等你带她走呢。为了玉婉，我得坚持住，必须得坚持住。给我。快点，送过去。我在辞情书里面附了一封推荐信，推荐你到将军那边任职。
我怕我的能力不够。要相信自己，无论学文习武，你都很有天赋。沈将军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，他一定会重用你。这段时间多亏你的照顾，谢谢。大哥，大哥，我会想你的。好兄弟，等我和岳婉安蹲下来，我会给你写信的。替我好好照顾我爹，他真的老了，我只希望他平安无事。大哥，我胸口有点闷，出去透透气。童玉婉，都是你们逼得我背叛了大哥。少爷，少爷，哎呀，你别跑了！老爷要知道的话，他会打断我的腿的。你不用怕，打我，先打我，你不用管。哎呀，少爷，少爷，我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噩梦。闭嘴！每次你要做噩梦的话，这股市都会下跌。我今天还要赚一笔呢。走开，走开啊！少爷，干嘛呀你？我头疼，我脑子不清楚了，少爷，我怕影响你发挥的呀。放手！你放手！头什么疼你？少爷，我头疼呢，是因为我没睡好；没睡好呢，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下雪了，雪突然化了，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叫落花流水。哎，今天不是什么好兆头，别去了。你还说，你再敢说，我就让容妈把你的嘴给缝上。请，二少爷。你谁啊？老爷，为什么在我们杜家会有这种丧天良、灭人伦的事情发生啊？你要给我做主啊，老爷！做什么主啊？老爷呀！大清早的，又在老爷面前搬弄什么是非呀？宝珠，你看看，你认识这个女人吗？你来干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爷，是6年前，老爷去香港买机器，姨太太即将临盆。太太，二姨太要生了，要生了。这下，老爷更要在二房扎根了。太太，我认识一个稳婆，到时候我把二房的人都支开，您就放心好了。是个姑娘，她身子虚，没气儿了。我求求你，别动我的孩子。我知道你和大太太商量的事情，难道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我求求你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就当做好事，老天爷会保佑你的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！我到底没舍得弄死孩子，瞒着太太把他送到了我广东的大哥家。我要我的孩子。现在我的孩子在哪里？夏天，广东乡下在打仗，我让我大哥一家带着小姐连夜逃跑，到现在音讯全无。求老爷看在他们养育小姐的份上，快点派人把他们找回来。我听说那边
已经饿得在吃观音土了。16年前就被你害了一次，16年后还要颠沛流离，我可怜的孩子，都怪你娘！哭得一套一套的。来，起来。不就是想编个好故事，让老爷嫌弃我吗？说不准在哪儿弄个乡下野丫头，来骗眼泪、骗财产。是你说的这样吗？是你说的这样吗？你刻薄，你妒忌，这我都知道。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不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吗？老爷呀，你真的想把家里见不得人的事儿都翻出来吗？你这个阴险的狐狸精！你跟老爷说你对我做了些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些什么？你还我孩子！你还我孩子！你说我又对我做了些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不惜任何代价，我都要把我这个失散的女儿找回来，因为我杜瑞达不能让我的亲生女儿在外流浪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，我就不会让这个冒牌货进家门半步。她是冒牌货吗？她是我跟翠玲的亲生女儿，她不是冒牌货。我能找到她也好，不能找到她也好，我不允许你再这样嚣张下去。你去收拾东西，回你的林家。是吗？你要为妾室生的孩子休了我，让我回娘家。我是你八抬大轿，明媒正娶，把我抬到杜家的。你要知道，我的陪嫁就108抬。你一直告诉别人你是白手起家，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，老爷，你是吗？啊，你是吗？你说够了吗？你说够了，上去收拾东西，滚回娘家。我告诉你，妈，别说了行不行啊？我为什么不能说？我为什么不能说？你靠我们林家起家啊，现在看我们林家败落了，你就想要赶我回娘家，你真是丧尽天良！你丧尽天良啊你！好，反正我娘家也没有什么人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就死给你看！我死给你看！妈，太太，够了！那是我6岁，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？我记得你们想要杀了我的妹妹，她当时还是个刚出生红彤彤的婴儿。你们当时做的一切，我都记得特别清楚。你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到现在做噩梦的时候，我都记得特别清楚，我都忘不掉。自从那天开始，我母亲的形象在我的心里全都毁了。云堂，你们2个女人每天都在这个家里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戏码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我受够了，我觉得太讨厌了。云堂，为什么当时你没有说出真相？你因为父母之命娶了我的母亲，但是你忘不掉你这个青梅竹马的翠林姨娘。后来你选择了一妻一妾，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家就再也没有幸福过。你以为我幸福过吗？我幸福过吗？结婚的前1夜，我才知道，翠莲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。我气不过，我就天天跟她斗。慢慢的，她也学会了来讨好我。生允堂的那个时候，她衣不解带的服侍我。可是后来，医生告诉我说，
我在月子里吃了禁忌的红花，我再也不能怀孕了。你告诉我，你告诉老爷，是不是你干的啊？你说是不是你干的？好了，都别说了。我都瑞达的家没有那么多阴谋算计。你能告诉我这个家里除了阴谋算计还有什么？你能问一个6岁的杜隐堂，以前的家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我清楚还是你清楚？还是你让一个21岁的杜隐堂去做他最喜欢做的事情？你说呀。隐堂，你正是为了这个，每天就这样荒唐，离家出走。你正是为了这个，就要抛弃你的母亲和父亲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，隐堂？你告诉我。是。我早就觉得太厌倦了，每天看着你们做着那些闹剧，我烦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想要的是一个不懂得勾心斗角，不会要什么名利的女人，陪着我一起离开这个家，离开你们，再也不要回来。隐堂，走开！隐堂，隐堂，走开！隐堂，太太，管家，来人呐！太太。容妈，别收拾了。出了这个门，我就直接进鬼门关算了。太太呀，您千万别这么想，您还有允堂少爷呢。可怜我的允堂，他才6岁，6岁的心里隐藏了那么多的心事，他那些话比刀子割我的心还难受。伯父，我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，令爱跟着他的养父母去了惠州的亲戚家，那边正在打仗，现在不好联系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找一个可靠的人把他带回来。我可怜的女儿，16年了，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爹和亲娘。阿元啊，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。对了，我还没给他取名字呢，我就给他取个名字叫若欢吧。若欢啊，若欢，只要你回到家来，爸爸一定会弥补这10几年来对你的亏欠的。伯父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。那我就告辞了。二妈，我代表我妈向你道歉。我希望爸你，以后不要再追究这个责任。我也很想原谅，不追究你妈，一家人嘛。可她竟然做出这种事，你让我能原谅她吗？我承认妈的确是做错了，我也真心诚意的替她赎罪。我愿意答应你任何一个愿望，
只要你让妈留下来就好。云堂，任何愿望，云堂，你真的愿意吗？好。第一，打消离开杜家的念头；第二，马上娶童玉婉为妻。少爷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人家都说，童家小姐是只母老虎，她连法庭都敢上，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呀？少爷，你要是娶了她的话，那还不得天天把人头打成狗头啊？股票，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做一个武松打虎的梦啊？我这个武松现在就要去会会这只母老虎。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什么人头狗头的？敢在我们家门口造谣，小心我把你的头打成猪头！这个女人是小豹子，比母老虎还凶，连个丫鬟都这么凶悍，怪不得童小姐你声名远播呢。我不管你心里想着盼着想嫁给谁，到最后你还是要嫁给我杜允堂的。杜允堂，你是来求婚的吗？这就是你求婚的态度？我的确是来求婚的，只是我杜允堂的求婚方式比较与众不同吧。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也觉得无所谓。你家里的人一定会答应的，能把你这个丧门星嫁出去，他们求之不得呢。杜少爷，上海滩那么多名媛闺秀，你们杜家为什么非要娶我呀？因为我爸说你是当媳妇儿的上佳人选。就算我真的是做媳妇的上佳人选，也未必是你们杜家的。你杀了清平，周老爷也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。就算你要嫁给周廷琛，你觉得周老爷他会愿意吗？你们家呢？你们家愿意你跟那个地痞无赖结这个亲吗？你没有选择了，你只能嫁给我杜允堂。清平不是我杀的，我跟周廷琛的事情与你无关。还有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你。可是我愿意娶你啊，你就气吧，反正怎么着，你也斗不过我的啊！股票，上。哦。杜允堂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就想把这个条幅放在你们家门口，挂上3天3夜。到时候整个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在追求你，那其他人当然不敢了。特别是周廷琛也不能娶你了。杜允堂，你这是爱我呀，还是恨我呀？当然是恨你了。把你娶过来，所有事情都搞定了。你没听说过不是冤家不聚头吗？好啊，我童玉婉最不怕的就是无赖耍横。走着瞧。好啊，走着瞧啊，童玉婉，我爱你。堂简直是荒谬，是我让他亲自上门认错，那我是让他给玉婉低头认罪呀。你说说，这弄得求婚，
成猴戏了。哎呀，哪管得了那么多呀？你看我手里这些欠条，如何是个了局呀？这……哎，上次点的那些钱这么快就用完了？哎呀，这个森下洋行啊，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专门拿大钱砸人。我们华商商会90%企业都负债累累。这个杜允堂啊，毛病是不少，不过杜家还是很可靠的。要不然，咱们服个软，让女儿嫁到杜家去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一提杜家的婚事就绝食啊？你要什么时候想吃啊？苏西就给你送过去。我不想吃，我就是不吃。什么时候把我饿死了，阿玛额娘就高兴了。小姐，我让大头给周少爷传话了，他说今夜12点将门外后大街海枯石烂，不见不散。天哪，我好激动啊！我的心跳好快哦。苏西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我是不是已经跟庭琛在公海上赏月了？太感动了，小姐，私奔这件事儿实在是太浪漫，太感动了。这要是被老爷和太太知道了，非急死不可。我只去3年，又不是永远不回来了。3年啊，苏西，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。总有一天你就会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比自由和爱情更美好的东西。小姐，那你可一定要回来看我。苏西会想你的。苏西没有你，我脑袋就像一团浆糊。有了你这个糊涂丫鬟，我的脑子才会变成浆糊呢。小姐睡了吗？苏西在房里服侍着，我去看看她。走了。呀，是太太，她眼力最尖了，不会让她看出什么破绽吧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你先回去。好。你这傻孩子，你的这点心事，瞒得过额娘吗？哎呀，你们俩门第悬殊，你吃的用的，他摸都摸不着。他心里到底真正是怎么想的，你一辈子猜都猜不透。你就这么拼了命的要跟他走，就真的能幸福吗？啊？这是你最心爱的手袋，你就想好了今天晚上要逃，对吗？你就为了一个男人，要抛弃养育你20年的阿玛额娘吗？额娘疼了你20年，那就再疼你一次吧。额娘，玉婉，你真是太单纯，太轻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和你私奔，周廷琛要付出多少？你的荣华富贵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他的权力地位是用血汗拼出来的。这样的男人，你真的了解吗？他真的愿意为你放弃一切吗？额娘，他情比金坚，
我相信他。哎呀，好，额娘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今天晚上，童家大门都不上锁，放我女儿自由。可是，如果他要是负你，我宁死，我也不想看到你被人抛弃。额娘，你走吧。额娘，我叶赫那拉氏的女儿，不要这么磨磨唧唧的。要走，那你就走吧。阿玛，额娘，多保重。女儿一定会幸福美满的回到童家。珍重。情况不对，大头，大哥，去通知玉婉，让他不要过来。好。哎，童小姐，大头，你大哥呢？童小姐，出大事了，你自己先走吧，要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出什么事了？我要见廷琛。童小姐，你先走吧。大哥，是日本浪人，要不要向沈将军出援？是我让人毁了日本人的鸦片馆，不能牵连到沈将军。大哥，今天就别见童小姐了，太危险了。不行，刀叉护海也拦不住我，今夜我非带玉婉走不可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全身都不听使唤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烟瘾又犯了？可能危险戒掉烟瘾了。廷琛，
琛他为什么走了？他为什么不管我呀？大哥他不想见你。不可能，我们约好的。他已经向沈将军辞行了，但是，难道他想反悔？童小姐，大哥跟着沈将军出生入死10多年，才有了今天的成绩。他觉得他的决定太草率了，所以要再考虑一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和你私奔，周廷琛要付出多少？你的荣华富贵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他的权力地位是用血汗拼出来的。这样的男人，你真的了解吗？啊？不可能的，他那么重情重义，不可能辜负我的。他已经回家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好，如果你不怕心碎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见他。医生，我怎么样了？周先生，因为你在戒除鸦片期间服用了高浓度的止痛药，所以你现在的毒瘾更重了。还有办法解除吗？不太可能。周先生，我先告辞了。廷琛，廷琛，原来你真的在家里。少峰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童小姐她非要来见你一面，她说放不下你。廷琛，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找你，你为什么抛弃我，不管我？为什么？少峰大头，你们先出去。我还有很多事没做，不能全身心的拥有你。我们这种人，注定要孤独终老。家人、妻儿、朋友，没有一个能陪我们走到底的。所以，你一直在骗我，对吗？你敢爱，不敢承担。你无法抛弃沈支配给你的权力和地位，对不对？是，我对不起你。对不起，廷琛，你跟我说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让你受惊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廷琛，我们不去欧洲也行，去哪里都可以，我不会强求的。只要我们2个人能够在一起，让我们一起面对那些流言蜚语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不能答应你。少峰，送玉婉回家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
男人反悔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我送你回去。可是我回去就要被迫嫁给杜允堂了。你相信宿命？宿命就是冥冥之中的因果循环。杜允堂爱上了清平，结果清平因为你的几句话命丧黄泉，然后又阴差阳错的，你只能代替清平嫁给杜允堂。你说如果这不是宿命，还能是什么？我不相信宿命，可是如果连廷琛都不能相信，我还能相信什么？乖乖回去睡一觉，好好接受你的宿命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你问我？砸！再砸！再砸！你娶的人都不会是佟玉婉。你已经毁了娘的一生，为什么又要来毁我的幸福？你的幸福？你的幸福就是抛弃老子，带着那个女人去外面潇洒。你把老子放在哪里啊？我只想带着我心爱的人，离开这一切是是非非，去过平凡的日子，难道有错吗？就为佟家那个臭丫头，你要离开我？好不容易享你的福，鸡飞蛋打，凭什么？你想过吗？我为什么要离开？我以为我戒了毒，我就能带着玉婉离开，离开这个让我回忆起来都会钻心痛的地方。我只有离开这里，我才能忘记娘这一生对你的期盼，对你原谅的眼神，忘记他临死之前的眼泪，忘记这些年我在刀尖上过往的日子。可是你呢？作为娘这一辈子的依靠，你毁了她，你让她这一辈子痛苦地等待着你痛改前非。可是，最后还是让她孤独无助地死去。娘到临死之前还在为你说话，为了娘的一句话，我一直守着你。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原谅了你对她所做的一切。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，你都看到了。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可以让我放弃一切的人，可是你为了你的鸦片生意，你毁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你让我跟你一样，成为一个辜负爱人的禽兽。不是这样的，儿子，是你毁了我。儿子，不是这样的，儿子，你先冷静地听我说。其实我一直都很痛苦，我也知道我错了，就是因为你娘走了，我才不想你离开我呀，儿子，儿子。
其实这全都是命，你不能怪我，是上天。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你和童家的丫头没缘分。你听我的，爹回头给你找个好姑娘啊！儿子，儿子。你放他去私奔，简直就是糊涂、溺爱、伤风败俗。老爷，太太，小姐回来了。你居然回来了！李少爷，非常感谢你把我的女儿送回来了。童夫，送客。是，李少爷。童老爷，童夫人，我大哥也是逼不得已才这么做，他并不想得罪童家。李少爷，我家玉婉难道还愁嫁不出去吗？小女和周家的缘分，依我看，是我们高攀不上了。还请黎少爷代为转告那位黑鹰，让他知道其中的进退规矩，别再纠缠我们家玉婉了。可是。你再告诉他，一个姑娘家，不能被同一个男人羞辱2次。谢谢黎少爷今天德高仗义，把玉婉送回家。来日我定会派人去登门答谢。请回吧。李少爷，请。少峰告辞了，请。额娘，跪下！额娘，我知道我给童家丢脸了，可我实在没有想到周廷琛他会辜负我。我早就看出周廷琛不是什么好人。他如果是真心爱你，他就会2次3番的跪在我们面前，求我们把你嫁给他，而不是让你低三下四的去跟他私奔。额娘，他已经为了我一再改变，一再求全了。如果他再一次次的下跪求人，我才不会爱上这种没有骨气的男人。等你长大了，你就明白了。一个不肯为你一次次委屈自己的男人，永远都不会真心疼你的。今天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收拾好心情，准备嫁给杜家。额娘，额娘，就让我一辈子伺候你们二老吧，别让我嫁给我不爱的人。可是你爱的人又是如何对你的？当年我也不爱你阿玛，可是后来我还是嫁给了他。叶赫那拉的女人不能只考虑自己，还要有家族的责任。可是你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责任。额娘，我告诉你，从你踏入童家那一刻起，你就再也没有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。你听见了吗？玉婉，额娘阿玛骂你说你，都是为你好，啊！我不想让你好一辈子，苦的都嫁不出去，成了老姑娘。嫁给杜允堂不是最好的选择，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啊。现在嫁给他，也只能是最好的选择了。你就听话好吗？额娘阿玛永远都是最爱你的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我们要用一场最体面的婚姻，让全上海的人对我们童家刮目相看。苏西，去把杜少爷请过来，就说
我要跟他商谈婚事。是。伯父啊，我听说童玉婉小姐有心上人，如果允堂和童小姐成亲的话，我怕他们……好事多磨，他们需要更多的磨合才能圆满。不过现在还有一件事，比这婚事更加棘手，更加难办呢。伯父，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。现在孙中山先生急需资金，但敏如还在狱中，如果他出了什么纰漏，我们怎么给孙先生送钱？不过，我拿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。还有，这是我们的暗棋拿到了日本人对镜邦街的改造计划。暗棋啊，它是我们的秘密部署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啊，看来有太多这样的人为国家存亡在全力奔波啊。这样吧，你拿10万块给敏如，去帮他打点，还有另外支出100万给孙中山先生。我豁出去了。谢谢伯父。伯父，孙中山先生和我们的人一定会全力保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。哎，大头，你看，这上面写着，你是不是昏头了？我不识字，你不知道？这上面写的说童家小姐要嫁给杜家2少爷了。不是，这时候你让大哥看见这个，你不要命了？哎。大哥，这个杜允堂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对，童小姐才不稀罕他呢。不管是不是杜允堂的一厢情愿，童玉婉的事情都与我无关了。我之前还担心大哥受不了打击呢，现在放心了。哎，大哥，女人如衣服，兄弟是手足啊。是，大哥。要不您去沈将军那儿再把辞行信给要回来吧，再做回您威风8面的黑鹰，多好啊！是啊，大头说的对。周廷琛啊，周廷琛，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别人了，自己却只能窝囊地躲避一切。周廷琛啊，我还真是看错了你。你居然还能这么悠闲地活着？我死不了，我死了，谁还能看出你的心思啊？看我的笑话呢？是。不过，我更关心你的病。你现在都已经病入膏肓了。哦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学过中医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我可以帮你搭一下脉。大哥，他是乱倒，不可以。我相信，他不会暗算我的。那可不一定啊，暗算不暗算，那要看我的心情。怎么样？我看过鸦片成瘾之人中，你的毒瘾最深。这还不算，你七情郁结，伤了一个女人的心，而自己却比对方更加的痛苦，生无可恋，恨不能一死。日本人用鸦片害了我，我会找日本人算账，但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自寻死路，更不会给你机会再次刺杀沈将军。你以为我不刺杀沈之沛，他就能振兴上海？沈之沛和其他的军阀没有什么两样，
只不过在你周廷琛的眼里，他还算是个大英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话？沈之沛想一方平安，周围军阀却觊觎上海的富庶，会不停的明争暗斗，兵戎相加。于是他不得不购买军火，不得不大肆扩军，不得不寻找列强武装的支持。军阀割据一日不除，没有一个地方军阀能奢谈爱国爱民。周廷琛，这些你想过没有？我只相信一个义字：将军待我以义，待军队以义。你一个女流之辈，根本就不懂得男人之间的忠义。你秉承一个义字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却只是保住了一个沈之沛。我要是听沈之沛的，你早就已经死了10几回了。你是不是不舍得杀我？你别误会，我对你没有感情。那可不一定，没准儿啊，你已经喜欢上我了，而你自己却还不知道呢。我只是觉得，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。别人在这里度日如年，而你可以在这里泰然自若。或许你的背后还藏着更深的秘密吧？秘密？哎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我的秘密是什么。我的秘密就是，我爱上了一个我不该爱的男人。胡闹！你要是个男人，或许我会把你当兄弟。可是我是一个女人，你还会爱我吗？我就没把你当成女人。还有，你根本就不配看这本玉离文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可以真真正正意识到我是一个女人，我死也瞑目了。但我现在还不想让你死。大哥，你真的要去毁了日本的鸦片仓库吗？日本人利用我爹，毁了我的一生。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报仇雪恨。大哥，我们跟你去。你们2个和少峰，帮我去查一下刚才敏如的那本书，到底是什么人送进来的？我怀疑他是上海富商勾结乱党的中间人。从他的言谈举止来看，他主子的能量非常大。我要查清楚，他会不会再针对沈将军？大哥，你这哪是什么生无所恋啊？你一心还惦记着沈将军，还想支开我们几个保全我们。大哥，你还是抛不开情义2个字。可我还是抛下了童玉婉，让他一个人孤单单地站在风里。是我把他抛进了炼狱。他是谁？华商会会长，杜瑞达手下的总经理。我想见一下敏如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是他男朋友。什么？大声点儿！男朋友。汉远。啊！好疼啊！吵什么？疼啊！你对她用刑了，她是个女孩子，老实点。这是上面的命令。上面？是不是他？进去。好你这黑心的黑鹰，你心肠好狠，连弱女子你都不放过。你来是代表你自己，还是代表杜家？我自己。我特别讨厌
像你这种给军阀做走狗的人。可惜，你连走狗都打不过，怎么跟军阀叫板？只要你今天打赢我，我就让你探监。你真不怕死？不会放过虐待小茹的凶手。放他进去吧。是。杜氏实业的总经理，哼，事情果然没那么简单。小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们真在打你啊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放心，我还没有暴露。杜先生正在设法营救你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你放心，周廷琛，他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为什么？我有一种感觉，黑鹰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并不冷。周廷琛，你是大英雄、大豪杰，快意恩仇，可是什么事情
都要找到一个人负责任。恰巧今天为这个仓库负责任的是你的父亲，把他带上来。这事儿不赖我，这事儿真不赖我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老实点，放了他。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？你怎么犯傻呀？我走了，你怎么办呢？走啊！这人，这些鞋是从3大鞋行刚赶出来的初夏鞋，按理数呢要备足100双。您今天呀要全部试完，然后装进嫁妆箱。第一批嫁妆今天就要进杜家门了。我觉得这些鞋没有一双是合适的。小姐，我知道你跟周廷琛有浪漫的约定，可是人家杜二少爷吹拉弹唱3天3夜也挺有诚意的嘛。你说男人就跟鞋子一样，买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，选一选其实就那么回事儿。那就这2双吧。哎，你这2双试过没有？住手！周先生，只要你和我们合作，弄到金邦街，我保你成为下一个上海王。和你们日本人合作，门儿都没有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哎。快走！快！人呢？放下！苏西，苏西，哎，把这封信和这个钻石手链给周廷琛送去。啊，你还要跟他私奔啊？
虽说是挺浪漫的，但你也不能来来回回的折腾啊。我就是想告诉他，我马上就成杜家的新娘了。哎呦，你就饶了我吧，小姐。素汐，我求你了，我从来没求过你。这要是被太太发现了，你得替我求情。哎，你把东西送到雪梅那儿，让黎少峰给廷琛送去。他跟廷琛是好兄弟，肯定能帮我。你说这周少爷能在枪林弹雨中把你抛弃了，就凭这单单一封薄信，能让他回心转意吗？可这是我的一辈子，这辈子我心里只能有他一个男人。事到临头，我才知道，尊严也好，骄傲也罢，在爱情面前都低得像尘埃一样。素汐，你就帮我吧，就帮我这一次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我就去，这就给你送信去。廷琛，将军，黎少爷说，是他一个人救回来的。快点给他治疗，是找最好的军医。你留下。你把周廷琛送回将军府，为什么？将军，我希望您救救我大哥。那你第一时间应该把他送给大夫，而不是来找我。我看你是为了讨赏吧，想赌我会因为你救了我的爱将而给你什么好处，是吗？我真没这么想过，将军。当时情急之下，我想到普天之下能庇护我大哥的就只有将军您了。周廷琛早就不是我的人了，你救了他，对我没有任何意义。将军，我大哥说，你和他不是利益之交，而是生死之交。难道他说错了吗？忠义要看对什么人。对那些步步为营、机关算尽的人，我连点渣都不会给。我没有。那我问你，廷琛私奔之夜为什么会遭到伏击？廷琛独闯日本人鸦片仓库，为什么会掉进陷阱？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就是死也不会出卖我大哥。我没有说谎，刚才就在说谎。你说你一个人救的周廷琛，错，还有大头也在和你一起并肩战斗，但你独吞了功劳。李少峰，你还要说什么？将军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急着想求功，但我真的没有通风报信。我很不喜欢你这点胆色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振兴黎家，我要成为华商商会的会长，我要成为上海滩的强者。你凭什么？我有天赋，我有忠心，我对将军会鞠躬尽瘁。每一个想发达的年轻人都会跟我这么说，千篇一律，毫无新意。不过你和他们比，稍微有点优势，因为我想娶你的妹妹雪梅。将军，我以为您是当世英雄，不会强人所难的。我沈之沛看上的女人非要不可，你会亲自送出雪梅的，我等着。
在这个冰冷的家里，只有你能让我感到温暖。我怎么舍得毁了你？大哥，我们来首4手联弹吧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们来首4手联弹，好不好？好。甚至配让我把你嫁给他。你说什么？我不会嫁给他的。雪梅，快跑吧，带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，离开上海，越远越好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不要管我。不行，如果我就这么走了的话，沈志佩会杀了你的。如果我不拖住他，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他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让我去死吧。我死了，他们就不会再为难你们了。你连死都不怕，我还怕什么？我活着就是要忠心离家，让你找个美好归宿。可现在，这些都不可能了。大哥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其实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我亲大哥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那时候你才5岁。可是我记得，因为小的时候我调皮捣蛋，咬伤过大哥的肩膀，就在这里，他有一个疤痕，像一朵小葵花。可是你来的那天，我并没有看到这个疤痕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我的亲大哥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的笑容好温暖，让我想起你就是老天派给我的大哥。可是长大了，我又好庆幸你不是我的亲大哥，因为这样，我在梦里抱着你才没有那么大的罪恶感。雪梅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。我知道，我没想到我会说出这些事情，因为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名义上的大哥。只是今天，我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说出他的理由了，就是我愿意为了你做天底下最难的事情，我愿意嫁给沈志佩。可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可是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可怕。大哥，你答应我件事情好不好？放弃仇恨吧，心里有仇恨的人是不会快乐的。我不希望你不快乐，
我更不希望你去冒任何危险。所有的苦，所有的难处，都让我一个人替你承担，好不好？雪梅，我这一生都无法回报你，但我可以为你发一个毒誓，为了你，我终身不娶。这个，帮我交给周廷琛。我已经亲手埋葬了我的幸福，可是我希望我的好朋友能够幸福。好，我会成全他的。放着正门不走，你非得走小门，这不成心让我难堪吗？快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这么着急来找大姐，当然是有事了。我是来帮你的。就你？杜家已经正式向童家提亲，当前的情况，大姐在杜家会更难堪。我有什么可难堪的呀？快说，什么事儿？当然是好事了，我都说了。哎，大姐。先别打开，这个是给新郎的信，你只要提前放到新房，给他看到就行了。这封信真的能帮到我？当然能。杜允堂看到这封信，一定会跟新娘大闹一场。到时候，我要看看杜瑞达对他亲自挑选的儿媳妇还满不满意。本来啊，按照旧式婚礼习俗，定亲的是长辈做主，允堂是不应该来的。不过杜某一向主张新事新办，革新旧俗，也可以说是给双方子女一种尊重吧。杜兄，你不必多礼。我们杜家行事固然喜欢新派，但传统的3书6礼，我们一件也不能少。是啊，真快呀！一转眼，玉婉就要出嫁了。哎呀，现在呀都文明结婚了，这婚前呐，新郎官和新娘能见面了。新郎官，你见到这么漂亮的新娘子，你心里头早就乐开了花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不想结婚。我听说童小姐最近是不是生病了？发烧了是不是？童小姐是该好好休息一下，再这样精神恍惚的，怎么能做好杜家的新娘子呢？来，喝茶喝茶，杜兄那咱们喝茶喝茶。您喝茶。我警告你，别给我耍花样。廷琛，你在哪儿？你要是再不来，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
将军，既然我得罪了日本人，廷臣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连累将军。既然你能想到这一点，为什么还去挑衅日本人？我被鸦片毒害，我更不愿意我父亲陷入日本人的鸦片生意而不能自拔。现在森下洋行联合其他外国洋行，断绝我军火供应，逼着我把你交出去。我不想和洋人撕破脸皮。我愿意承担一切。你能承担什么？幼稚！要不是你身上有伤，我一顿军棍打死你都应该。我明白。我从此亡命天涯。世间再无黑鹰周廷琛这个人。我有10几种方法让你人间蒸发，但是黑鹰只有一个。我要你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辅佐我纵横天下。是。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请将军吩咐。我要你南下养伤，顺便探听一下孙文的实力。时局动荡，我要眼观六路，留好后路。这事情只有你我2人知道。廷琛一定不辱使命。你能放下上海的一切羁绊吗？我能。不过我有另外一个请求，请将军放了闵如。理由？放长线钓大鱼。心是永久，等待便是拥有。离乱注定命运交错的分手，便就这样将你弄丢，你成我记忆中的秋，一生不走。是座长相守，生命中是等候。不问来世此情谊可否不朽，只想将你今生爱透。风雨许我独自承受，绝不放手。爱需用一生挽留，此路总有再难去回首，却还眷恋你的温柔。爱需用一生挽留，掩满了心底伤口，怎么为情心疼依旧。少君怎么又回来了？苏西，把窗户关了吧。算了。是座长相守，生命中是等候。玉婉，一入后门深似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。玉婉，再见。
此承受，绝不放手。爱需用一生挽留，此路总有尽头，明知再难去回首，却还眷恋你的。廷琛，我可能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。事到如今，我本该清醒，从此与你永绝。但我不甘心将我的终身托付给一个我不爱的人，所以最后一次，我将我们之间的信物奉上，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，带我离开，无论天涯海角。玉婉，童玉婉，不管这封信为什么到了我这里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私奔，因为如果你走了，我会让你们童家身败名裂。伯父，明天允堂的婚礼我不能参加了，祝他渐入佳境，美满幸福。渐入佳境，你这话是话里有话呀。是啊，我觉得允堂对童小姐似乎还有敌意。允堂有没有敌意，他肯定是有些猫玩老鼠的心态。还好童玉婉也不是个平凡女子。我倒不担心允堂会欺负她，我唯一担心的是，玉婉放不下旧爱，没法安心在我们杜家当媳妇。那能不能让他们暂停婚礼，先彼此冷静一下？海源啊，这男女感情的事情啊，不是在学校里面学的。现在这个情况呢，不趁热打铁，两个人很容易就会擦身而过，成陌路人的。接下来呢，就靠他们两个的悟性和造化了。说真的，我也没办法帮他们太多忙。不讲这个了，我们讲些正经事吧。这是，高，这下这笔军费就如泥牛入海，谁也发现不了蛛丝马迹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，一路上关卡重重，谁能护送这100万？敏如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们的人搞到了特别通行证，走。哎，怎么了？周廷琛，他怎么样了？他得罪了日本人，被沈志佩发配出了上海，估计自身难保了。什么？没想到他也会无处容身。我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关心他。他有一双让人不得不去关心的眼睛。走吧。快！我正要放了他这个鱼饵，想不到有人抢在前面动手。
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我该走了，少峰。大哥，再等等大头小胖吧。他们去查敏如的底细了。大哥，大哥，我们都查清楚了，那本书是通过杜家罗总经理罗汉远带进去的。还有一件不得了的大事，就是有人亲眼看见罗汉远拿着特别通行证进入监狱，通行证也是用杜家的钱买来的。如果说乱党的幕后头目是杜家的话，按照将军的脾气，会不会杀无赦？大哥，你看怎么办？除了咱俩，没人知道大哥下落。到底谁出卖了大哥？我也不知道。大龙、小胖，你们先走。大哥，走啊！这是你的家书，你们闵家剩下的唯一一点纪念品，我好不容易帮你找回来了。汉远，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，等你到了广州以后，好好休养。汉远，你不用为我做这些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汉远，我从小就摸着枪杆子长大。我是一个随时听命于上级的杀手。明天谁会死在我的枪下，我不知道。下一次，我能不能全身而退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希望我的爱情是轰轰烈烈的，在我短暂的生命中，可以留下激情燃烧的痕迹。能让你激情燃烧的人，是周廷琛吗？是，我的激情已经被他点燃了，但是他像一块寒冰，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把它焐热。好了，我还是希望你回广州的时候，你再冷静一下。对了，这些信里另有玄机，你在路上再慢慢琢磨吧。少峰现在安全吗？放心吧，大哥，小胖已经把他送回家了。是我连累了他。大哥，现在上海太危险了，你还是赶紧离开吧。我还不能走。为什么？知道玉婉什么时候成亲吗？明天。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杜家现在太危险了，我不能让她嫁过去。大哥，你不会明天要去大庭广众之下去找童小姐吧？你不要命了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爱一个人，就算要为他死，那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哈哈哈哈哈恭喜老爷，恭喜太太。好好好，今天我女儿出嫁，每个人赏10块大洋，赏。是。谢谢老爷太太。来，谢谢老太太。来，谢谢。来，谢谢老爷。谢谢老爷太太。啊。
再收到我的信了，为什么还不来呢？看来我是真看错周少爷了，还以为他是个真男人，想不到也是个懦夫。我明白了。夫人，玉婉，准备好了吗？额娘，我真的不想嫁。额娘知道你心痛，这是暂时的，再过几年，等你有了孩子，怕是连周廷琛长什么模样都忘记了。我是过来人，不会骗你的。额娘，那天我让你私奔，是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，我也有过自己爱过的男人，也有想违背父母之命的时候。现在都过去了，嫁到童家，有了你，慢慢的我觉得很满足了。人这一生，有谁能惦记谁一辈子啊？真正属于女人的，不是一个男人，是家。玉婉，你懂吗？你得有个家，你得为这个家担起责任啊！额娘，走吧，出了童家的大门，就别再回头了。等一下，苏西，去把翡翠屏风拿来。哎。这是慈禧太后赐给咱们家的翡翠屏风，是镇宅之宝。玉婉，你把它放在家中的最后一个箱子里，让杜家看看你在娘家有多尊贵。额娘，女儿对不起你们，女儿受不起这么贵重的镇宅之宝。玉婉，你是额娘的命根子，只要你幸福，额娘的这个命都可以拿出去。你把它带着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万一杜家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可以拿它保命。翡翠屏风是额娘和你之间的秘密，别让你阿玛知道。她把翡翠屏风当她的眼珠子，她知道了会心疼的。额娘，女儿不会辜负您的，不会的。好了，好了，来，好好准备吧。糟了，这双鞋，小姐你没有试过。新娘子来啦！新娘子来啦！
周少爷，请您守规矩，不要再给我们童家脸上抹黑了。玉婉，我今天只为你来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混账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到我童家来抢亲，你目无法纪，我去报官！玉婉，杜家现在太危险，你不能嫁过去。你为什么还要来害我们家玉婉啊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女儿？玉婉，你要是毁了自己，我和你阿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玉婉，你还愿意跟我亡命天涯吗？不是你，廷琛，是你把我逼上了这辆车，等着我的，哪怕是火坑，我也只能跳下去。不，我会亲自护着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。玉婉，你要是再敢跟他走，你就全当没我这个额娘。额娘，玉婉，跟我走。完了，廷琛，情如石川，覆水难收。你来晚了一步，错过了我的一生。只要你还没嫁进杜家，一切都不算晚。那童家的颜面呢？我父母的名誉信誉呢？你我做人的担当呢？你真的想好了？嫁给杜允堂，此生都不后悔。玉婉，你可不能反悔呀！我给你跪下！额娘，额娘，玉婉，你非得把你额娘逼死不行吗？周廷琛，你已经选择过了，我也是。我同玉婉走出童家大门，此生只能是杜允堂的妻子。你我之间，只能等下辈子了。下辈子，你不再是什么黑鹰，我也不再是世家小姐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，好好相爱。下辈子太久了，我等不了。我要你今天跟我走。周少爷，请不要耽误我的吉时。今日一别，永不相见。玉婉，你既然已经决定嫁给杜允堂，那我就护你出家。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，不吉利呀！各路魍魉小人都给我听好了！今天周廷琛护童玉婉出嫁，谁敢滋事为难，绝不姑息！
雪梅，妈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您。我听说沈将军的第一个夫人就死于非命，你嫁给这样的男人，随时都会丢了性命的。你可一定要小心的。妈，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。你也是，这么大的事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还说呢，他就是想拉裙带关系当国舅爷，不安好心。妈，是我自愿的，不怨大哥。妈，我要先回去了。允堂今天也结婚，回去晚了，大房又要给脸色了。妈，我要走了，你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以后我不能再照顾你了。大哥，你送我出门吧。你们都走了，这离家就落入了卖媚求荣的人手里，妈还不得憋屈死？妈，我舍不得您。大哥，妈，你们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，求求你们为了我，能够和睦，能够彼此依靠，好不好？雪梅，委屈你了。没有，我是自愿的。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大哥，我说过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做所有的事情，我不后悔。大哥，送我上汽车吧。好。记得今天早点来将军府看我。我答应你。爱让仇恨在悬崖搁浅，哪怕用救赎换来背叛，宁愿孤独也拒绝救援，幻想你的爱从未走远。雪梅今天嫁给了沈将军。玉婉，我这辈子和幸福无缘了，但我希望你能幸福。雪梅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那么渴望自由和独立，为什么却总是得不到？为什么？恭喜
喜恭喜啊！恭喜了，太太，你看多大的排场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帝大婚呢。我们家妾是生的庶子，那娶媳妇都是1等1的排场，更何况我们允堂啊！我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给他。你们看看吧，这就是我儿媳妇的嫁妆，比黎家丰盛多了。是啊，哪有真气派啊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气派的嫁妆。我看呐，一般的黎家也比不上一个佟家。那可是，你看这多看看，哎呀，看看这些，都是宫廷出来的玛瑙摆件儿。还有这个翡翠镂空手镜子。再看看这个，宫廷出来的金嵌翠的发钗。还有啊，那边还有满20箱子的衣服，10箱子的皮鞋，18箱子的锦缎的被褥呢。来看看这个，童家专门嘱咐过的镇宅之宝，一会儿让你们开开眼界啊！快打开吧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这个。太太，听说这童家小姐是学画画的，很摩登有学识，难得太太和老爷好眼光，选了这样有主见的2少奶奶。她呀，必定能辅助允堂少爷继承家业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大家闺秀啊。关上吧。哎，太太，少大点声说。太太，少爷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了？你不是整天跟他在一起吗？你快去找啊！哦。哟，这大喜的日子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能不见了呢？太太，新娘子到门口了，该咱们少爷去迎亲了呀。这下糟了，允堂到底去哪里了？小姐，这杜家亏得还是上海1等1的豪门，怎么连个接亲的规矩都不懂，连一个迎新娘的人都没有？我问你，杜家少爷呢？怎么还不来接亲啊？我们家少爷，他去上厕所了，他很快就来。迎亲的时候上厕所？你骗谁呀你？你要是再不说实话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他不是上厕所，他便秘，反正我也不知道。说不说？轻点啊！你们家少爷呢？他没影了，太太正在找他。大姐，你轻一点，太疼了。小姐，怎么办啊？肯定是杜家少爷故意为难我们的。清平，其实之前在金夫人家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真的爱上你。可后来我是被你在自杀时的那种坚贞所感染了，我真的为你动心了。我们杜家就像一个大酱缸一样，里面的女人没有一个是干干净净、洁身自好的。或许你没有嫁给我是对的，这样子你就可以保持自己干净纯洁的一面，永远永远好像天使一样留在我的心里。
我的父母从小到大塞给我很多很多的玩具，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喜不喜欢。这个娃娃尽管做的比较丑一点，但是是我奶娘亲手做给我的，我能感觉到她的心意，而且这也是我最喜欢的，我就把它留在这儿，代表我每天在这里陪着你。我希望你也会喜欢。我是人，我有尊严，不自由，勿宁死。启禀，程玉婉无罪释放。清平，你的在天之灵一定要好好的看着我，怎么去替你讨回公道。小姐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开车，咱们走。小姐，我虽然理解你，这个杜少爷今天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可咱们也不能往回开啊。我不是要回同府，咱们就绕着杜家转圈儿，直到有人出来迎亲为止。将军，饮酒伤身，您还是节制一点吧。我自有分寸，你别管我。弟兄们，今天是我沈某人大喜的日子，来，陪我喝一杯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一步。沈将军，恭喜恭喜呀！这么盛大的婚礼，你怎么把我这个大媒人给忘了？来的就是客，来人，给金夫人倒酒。来，将军，我已经按老规矩在刑房里摆放了雨兰夫人的牌位，这些是我亲手挑选的雨兰夫人生前最爱吃的点心，您看合适吗？雨兰夫人生前最爱吃白果，我一定会把最好的留给雨兰夫人。将军府的夫人只有谢雨兰一个人。李雪梅，我娶你过门就是看上你长得像雨兰，你别不知好歹，真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将军夫人。我知道。给将军点上吧。能不能给我找个打火机啊？雨兰夫人之前给将军点烟，从来都是用老式的火柴，这是规矩，您得习惯。
太太还是没找到，多派点人手继续找。是。找到了吗？老爷，我可听说允堂是去了清平的墓地。啊，这个畜生！不行，得把他绑回来。哎呀，老爷，不能绑允堂。你要是绑了允堂，那不就证实了大家的猜测吗？再说，咱们杜家的脸面往哪儿放啊？好了，气死我了！哟，新郎来了！新郎来了！希望你能喜欢我给你制造的惊喜。这手链你应该很喜欢吧？这手链怎么会在你手上？把这封信和钻石手链给周廷琛送去。我的那封信是不是也在你手上 ？Yes。大舅子，哎，大舅子，来，你这么晚到哪儿去了？今天可是将军大喜的日子，既然来晚了，要连罚你3杯。来，给大舅子倒酒，倒上。我真不能喝，我滴酒不沾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大舅子，我许浩南，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军需官，你可别像他们那样不把我当人看。我哥哥在北京政府也是个人物，你不给我面子，也要给我哥哥的面子。弟兄们，捏着鼻子给我灌大舅子！来，我真的不能喝，我不能喝，真的不能。好，不能喝，我真的不能喝。来呀，喝。好，来喝。小峰。这些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弟兄，不能不给面子。喝！来，给大舅子倒酒，喝！来，你接着喝，来，来。大哥，不能再喝了。他想借我的东风打天下，不喝酒，弟兄们怎么能服呢？可是他平时不喝酒的，你们不能这么逼他呀。男人说话，女人别插嘴。这是做我沈之配女人的第一条价，滚回房去！求求你，不要让我大哥喝，好不好？倒酒。来，倒酒，回去吧。喝。一看就知道你这鞋跟脚不匹配，所以2头吃苦。来，别担心了。
这只是开始，下面的过程我会好好照顾你的，啊。好了。 进来啊！姑爷新婚大吉。什么姑爷？这里是杜家，她是少奶奶，我是少爷。你是杜家的佣人，记清楚了吗？是少爷，少奶奶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出去。长得还不错，可惜刚好是我讨厌的类型。喝。 我叫你喝，喝呀！清平死的时候那模样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怎么你现在可以活得那么心安理得呀？啊？谁呀？二弟，是我。 哥，哎，云堂，我想今天那么开心，咱们要不要再去喝一点？好，就去玩个通宵。好，走走走，等会儿。你要走？ 这是你新婚前夜给周廷琛写的情书，我刚刚没有拿出来把你给休了，就已经算是给你和你们童家面子了。你现在还要管我吗？你凭什么管我？啊！ 喂，将军，我现在在码头。我打听到了，海军因为脱险军抢矛盾，拦截2艘盐船。都谁卷入了？第1舰队和练习舰队都卷入了。我刚才看见了森下龙一。他现在刚离开。我觉得背后没有那么简单。水兵闹事一定是他们煽动的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您身边可能有内鬼乘机作乱。我走前已经布置了人手。好，我也得到情报。敏荣身上带着给孙中山的100万，你务必找回来。这笔钱可以使我暂不受制于日本人。是。沈志佩进洞房了，你去看看弟兄们准备好了没有？行，我知道。不想死就坐下。
当我的女人最重要的家规，就是每天都要给一个人烧香磕头。你怕什么？这是我原配夫人谢玉兰，她是为了我才死在仇家手里。我把她最后的形象保留在这里，每天都要烧3炷香纪念。如果不是和她有几分神似，你根本就不配出现在这儿，还不烧香磕头叫大姐？啊！爱一个美丽的活人容易，但像我这样爱一个死人，不管他是不是面目全非，有几个男人能做到？磕头！不要杀我，我这就磕头。跪下！自己人别开枪，将军收火！将军，你没事吧？将军，将军，你以身为饵，引诱内鬼，这也太危险了。置之死地才能后生。如果我不是假装成只会欺负弱女子的酒糊涂，又怎么能验出最危险的家贼是我的警卫连长？拖出去！拖出去！是。方头，调集所有的现金，给海军发3个月军饷。海军直属北京总理府管辖，现钱也应该管他们要。再说，咱们自己现在也是捉襟见肘啊。如今群雄并起，政出多门，我们北洋有什么中央可言？海军虽然不归我管，但他们倒起事来毁的是我的地盘。去吧，好好善后。是。你们下去吧。翠儿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这里有我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二少奶奶，翠儿告退了。小姐，姑爷要是再不回来，天亮以后你可怎么面对亲家太太呀？如果有人说小姐不见红，婚前失了贞洁，那可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清者自清。算了，咱不提这些烦心事了。你一天都没吃没喝，我去给你弄好吃的去。素汐，这个家里每一个人都不简单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知道吗？大少爷好。哎，你是新娘子的陪嫁丫头？这是干什么？我家小姐到现在还没有进食，我给她拿点点心垫垫饿。哦，小姐知书达理，丫鬟也懂事。可惜允堂对你家小姐没意思，自然也不会收了你。正好我家母鸡不下蛋，有个空位子，你想不想来啊？
大少爷，请您自重。跪下，把我衣服都弄脏了，跪下！允薇，她好歹是弟妹的人，不要太过分。苏西，起来，跟我走。大少奶奶，谢谢您。也难怪，你们初来乍到的，不知道杜家向来是非很多。这明天新媳妇见公婆，少不得又是一堆麻烦。大少奶奶，这话怎么讲？我在这里跟你闲论是非，总归是不应该的。啊，大少奶奶，请你教教我们家小姐。我们家小姐刚进门就要做错事，姑爷又得为难她。也是，看在你家小姐跟我妹妹是同学的份上，我去教教她。请进。小姐，大少奶奶来了。大嫂，有事吗？也怪我没有早点提醒你。允堂他在这个家就是个魔王，鬼得很。他要是想折磨谁，能想出1000种10000种的恶毒法子。这点很像大妈，脸上挂着笑，那，哎呀，真是叫你防不胜防的。哎，对了，知道为什么允堂答应娶你吗？为什么？当年大娘嫉妒我婆婆多生了一个女儿，就买通稳婆把那个妹妹给掐死了。天哪，这么恶毒！谁说不是呢？这事败露后，老爷要休了大娘。允堂是为了要救自己母亲，才作为交换条件答应娶你的。原来如此，婚姻只是杜允堂的交易条件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怕你笑话了。哎，大嫂，你先起来，先起来。我婆婆在杜家根本就没有地位，当年老爷是为了表兄妹之情才娶我婆婆进门的，可没想到被大房欺负了几10年。明天你要给公婆敬茶，可万万不要给我婆婆敬茶。你对我婆婆越冷淡，大娘的心里就越痛快，我们2房才有几天好日子过，否则她还不知道要怎么收拾我们呢。大嫂，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告诉你啊，明天早晨你敬茶的时候，我刚得到新的情报，沈知佩的手下因长期欠辖区军饷，已经发生了哗变。另外，海军也已经封锁了长江口闹市。您说，明天这个沈知佩会不会倒台啊？沈知佩这个铁腕人物，不容易被扳倒的，最后失败的，恐怕是他的对手。现在海军军变对我们影响极大，我们一定要从长计议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敏如那100万，什么时候可以安全送到给孙中山先生？可是敏如现在已经去了长江口了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协助他的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就给大房的儿媳妇儿来一个下马威。都说童家小姐是个人精，连公公都对她另眼相看，我还怕她不一定会上当呢。她是人精又怎么样？咱们趁她还没有站稳脚跟，干净利落地拿下她。拿下她有什么用呢？允堂是嫡子，要没有什么过硬的把柄，杜家不还是他的？
你看看这个。这么说，允堂这些日子花了大房不少银子。哼，这个大房，早晚要败在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手上。